大家好呀！今天的话，我来到了我们上海浦东这边啊，世纪大道这边，准备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这样子的。之前的话，我在油管上也听一个博主说啊，现在这个公积金还贷款呀，它现在很多地方的规定就是必须是5万块钱的整数。比如说你只能还5万块钱、10万块钱或者15万这样的一个整数往上还。但是呢，像上海地区，目前还是可以以1万块钱的整数还，也就是说1万、2万、3万这样都可以还。所以呢，我在想着，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不好嘛，所以我就想着，既然上海可以这么还款的话，我就赶快把我公积金里面有一些余额正好凑了8万块钱，然后想把它赶紧还掉。然后呢，这样的话，我每个月的话，它这个贷款的余额就少掉了，然后呢，相对应的每个月的这个要还的这个利息也会少掉的。然后的呢，我今天的话，我之前联系了一下浦发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啊，然后他说是可以还的，所以我就今天就过来，然后来这个陆家嘴这边那个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这边来还个提前把这个余额给还一还，然后这样的话，我每月的月供就会慢慢的少掉啊。为什么会想到提前还呢？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经济形势下，谁都说不准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什么时候会失业啊？因为你像现在很多外企，他们裁员都是悄无声息的。比如说像之前那个3分钟就宣布了，就是那个裁员裁掉了，像那个 IBM 对吧？这个就是不知道明天和裁员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呢，我想呢就把这个钱给赶快把它还点掉。然后呢，不知道如果后面真的是被裁员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压力可能会小一点，所以我今天就来到了这边，然后去看一下，到浦发银行去看一下，然后把它还掉啊。然后我现在就要去浦发银行，然后待会儿的话再给大家出来了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这个还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好了啊，我们来到了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啊，这里是那个陆家嘴的世纪大道地铁口12号口出来就是浦发银行了。之前我们当时还没有住到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的话去租房子住，然后在这边比较近的地方找到那个浦发银行做了贷款啊。然后呢，我们为了这几年吧，这10年左右吧，为了还应该不是说10年，是我们2016年开始还贷，然后还到现在的话，差不多也快8年。差不多了啊，然后这8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紧衣缩食啊，能省则省，然后呢，把商贷的部分都在2021年的时候还掉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公积金的部分。然后呢，公积金的话，因为我和我老婆2个人的公司给交的公积金呢，还是能够 cover 住我们的公积金的贷款的，所以的话，我们不需要额外去掏钱来付贷款，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的。那这样的话，虽然每个月的话都会扣一定的款项，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的公积金余额的话也存了一些钱，所以的话，今天也借这个时间过来这个浦发银行把这些钱给还掉啊。好的，前面的话我们就到了这个浦发银行这边了，然后我们进去看一看，聊一下。好的呀，我现在从那个浦发银行还款回来了。说还款，其实我没有还成功。我不知道，就是之前我还想得挺顺利的，就是说马上可以把还款还成功，但是到了那边才知道啊，我们的公积金还款还有很多的坑在里等着你呢。那什么坑呢？我来具体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每年的公积金还款只有4月份和9月份才能还。就是说我现在要提前去还的话，我把这个8万块钱给还掉的话，我必须在9月20号之前去还掉。然后我现在已经9月23号了，然后差了2天还不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假设我这次能够还掉的话，那因为公积金每年只能变更一次，就是我现在是按照月去还款的嘛。那如果我要提前去把它还掉的话，我要把它变更成这个按照年去还款，也就是说一次性按照年去还款。那这个时候意味着我9月份还掉了之后呢，我后面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到明年的4月份之前，我都得自己掏钱去还这个房贷了，而不是说从我的公积金的账户里面去扣。
因为我和我老婆的话，两个人公积金加起来完全是可以 cover 住这一部分的贷款的，所以呢，我当时就想着能够提前还掉，然后这部分贷款的话能够用工资每个月交的工资里面去把它 cover 掉。但是现在看下来好像是不太行，必须是即使还掉了，还得花小一年的时间，然后自己掏钱去还款，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我现在9月份也还不了，我得等到明年的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才能到这边来还款。然后呢，假设我明年4月份去还掉的话，那我5月份、6月份、7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一直到第二年这小一年的时间当中，我都得自己掏钱，去把这个我的房贷呀、利息啊、本金和利息把它还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公积金设计好的一个大坑，对吧？因为我之前还3贷的时候，其实2021年的时候把3贷40万左右还掉，其实没有那么麻烦的。我其实只要每个月，比如说我去还他10万块钱，那相当于你的贷款本金就少了10万块钱。那后面的计息的利息的话，就是按照你30万的本金去算的。但是这个公积金1年只能变更一次，所以呢，刚刚在里面跟跟办理的人员聊了好久的天，然后突然他们有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可能是个领导吧，出来也听到了这个事情，然后也过来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他的建议就是说，你每年都去变更，然后呢，到上海的那个水生办那边自己去网上去变更。比如说你今年把它一次性还掉了，那你就自己掏点钱，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自己掏点钱再去还，然后到第2年的时候呢，你又把它变更回来，对吧？这样子的话，相当来说，你就慢慢的就把你的本金啊、利息啊都往下降了。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麻烦的这个每年都要来这么操作，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挺烦的。所以其实我现在的公积金放在这个里面也用不掉然后那个领导也还说现在这个银行存款利息也就1点几，公积金利息也有1点几，已经算不错了，还不像以前呢，公积金只有1点几，然后呢那个存款的话有4点几，现在已经都持平了现在只能这么说了，只能这么说了。所以我后面的话我是打算我得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做，可能是明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把这个还一部分了之后呢，还一部分之后，我然后自己去这个花钱，把这个贷款和利息给它还上，然后呢，到第2年的时候呢，我再去把它变更一次，然后再还一部分钱，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快一点了。我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操作吧，我回去还得想一想，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先录到这里，后面的话我想好了，可能会给大家再出一期视频吧。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是坑，总有一个坑你要踩的他不可能去利好于老百姓的，你放心好了。像这种公积金还款，他说那个领导还说什么要以大局为重，那你一讲到大局，那就是集体利益咯，那就是要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就的一个集体利益了，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法说，都是坑在等着我们，好吧？后面我再想想吧，我应该怎么还。反正钱放着也是没有用的，我又不去买这个房子。像现在这种行情，你怎么买房子呢？对吧？买了就是亏，怎么可能买呢？留着干嘛呢？所以我后面还得规划规划。本来以为今天的话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贷款还掉的，结果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对吧？这些坑我都不知道有这些坑来的时候，所以呢，吃一堑长一智吧。来，也希望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相同的情况的话，也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把我的情况说了一下，大家也借鉴一下吧，好吧？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再见拜拜。